全家准备一起旅游。老公青梅得知后，央求带她一起。老公二话不说，将我的飞机票退掉，改成他的，让我坐36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去。我看向公公婆婆和小姑子，一大家子竟然都同意老公的决定。于是我改了车票，一路向西。玩了3个月都不回家，这一家人慌了。难得老公休年假，我们全家计划一起来次长途旅行。提前半年我就开始挑选目的地，做旅游攻略，一家子都是甩手掌柜，机票、酒店、吃喝景点全都由我负责。这也没什么，辛苦就辛苦了，毕竟全家开心最重要。飞机票不好买，所以我早早就给全家订好了机票。小姑子说她没体验过头等舱，我又自掏腰包给全家都升了舱。临出发前，老公突然对我说：“青青，听说咱们要去旅游，也想跟着一起去。咱们那班飞机已经满了，你坐火车去吧，票我已经帮你买好了。”说着，他用微信给我发来了火车票的电子票根。你什么意思？咱们全家一起旅游，你要带贾青青一起？对呀，青青也想去，我当然得带着她。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。那之前我妹妹听说我们要去旅游，也想跟着。你当时是怎么说的？你说我们全家旅游，不想带外人，就想一家人好好玩。怎么现在贾青青要跟着去，你立马就答应了？青青跟你妹能一样吗？我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。在我心里，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。那飞机票我老早就订好了，为什么要我坐火车？那个航班已经没有余票了，我只能把你的票退了，再给青青买，所以你只能火车过去。我看了眼他发过来的电子票，好家伙，还是36小时的硬座，所以你给贾青青买了飞机头等舱，让我一个人坐长途火车硬座。你不是说你喜欢看火车沿途的风景吗？这次正好让你看个够。我看向公公婆婆，公公直接把脸扭到一边，婆婆过来劝我：“小玲呐，青青从小跟天成一起玩到大的，他们有聊不完的话，出去玩肯定要坐一起的，你就委屈一下，等到了地方咱们再会合。”小姑子也说：“嫂子，青青姐身子弱，坐那么长时间的硬座肯定熬不住，你膘肥体壮的，做了也就做了。”我被他们气笑了。到底谁才是这个家的人？不知道的还以为贾青青才是你郭天成的老婆，才是你们的儿媳妇。郭天成对我撂脸子，不就是让你坐个火车吗？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而且青青是我爸妈看着长大的，我们一起出去，哪能让她一个人坐火车？你就委屈一下，这样才能显出你做嫂子的风范。这时门铃响了，小姑子赶紧去开门。来人是贾青青，青青姐你来了，我都等你半天了，快进来快进来。小姑子热情地帮贾青青把2个巨大的行李箱拖进屋。青青姐，我可想你了，你说你当初不出国该多好，那样你就能嫁给我哥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婆婆拉着贾青青的手，可不是吗？当初我就看好你和天成，我这心里早就把你当成自家儿媳妇了，在我心里谁都比不上你。当着我的面他们都能这样说，真是毫不避讳。这一刻我彻底对这家人寒心。贾青青和郭天成虽然是青梅竹马，可他在郭家落魄时毅然选择出国，是我帮郭家还了50万的外债，郭天成感激我才与我结婚。说到底，我对郭家有恩。公婆身体不好，小姑子从10岁开始就一直是我带，我给她洗衣做饭，接送她上下学，辅导她作业，给她开家长会。如今她15岁了，我养了她5年，名义上我是她嫂子，实际上我更像她妈。至于公婆，我对他们就更不薄了，
他们没有退休金，我每月给他们2万零花钱，我还包揽了家里的全部家务和1日3餐，就差把饭喂到他们嘴里了。与其说我是这家的儿媳妇，不如说我是这家的老妈子，还是没有工资到搭钱的老妈子。没想到我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，如今在他们眼里，竟然连一个外人都不如。贾青青走到我面前，面带得意地说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沈玲姐，要不是我突然决定一起去，也不会害你买不到飞机票，还得坐火车硬座去。本来我想买不到票我就不去了，但是天成说他有办法，我没想到他会让你坐火车。我想那实在不行，我就坐火车去吧。可是天成不放心我一个人坐那么长时间的硬座，就只能委屈你了。”小姑子亲昵地挎着贾青青的胳膊：“那当然，火车上什么人都有，你一个女孩坐那么久的硬座，要是被坏人盯上怎么办？不像我嫂子，她一脸凶相，跟个母夜叉一样，坏人见了她都得绕道走。”她说完，两人一起哄笑。郭天成见我脸色难看，就放软了语气：“好了，我知道这次确实委屈你了，可这不也是没办法吗？前几天你不是看上个包吗？别犹豫了，直接去拿下。”我冲他伸手：“拿钱，5万，这么贵？我同意你买就不错了，还想管我要钱？你别得寸进尺。”我笑了：“我花自己的钱需要你同意？你一个月挣几个子？”郭天成当即红脸：“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呀。他一个月工资3000，我一个月工资10万，他自己那点工资都不够他自己零花。这个家一直是我在养，我们结婚的时候他没给1分彩礼，不算我替他还那50万外债，我还陪嫁了30万，婚房也是我买的。如今他们能有这样富足的生活，全都仰仗我。既然他们都那么喜欢贾青青，那这郭家的儿媳妇就让给他好了。小玲，赶紧去做饭呐，这都几点了？大家都饿了。”婆婆在一旁催促我：“青青，你和天成从小一起长大，以前应该经常来咱家吃饭吧？”“那当然，那时候我和天成几乎1日3餐都在一起吃。那你出国这么多年，一定非常想念妈的手艺吧？”我瞧向婆婆：“妈，你还不赶紧给青青做饭？”说完我就往沙发上一坐，开始看电视。郭天成过来指责我：“你怎么能让妈做饭？妈身体不好，你赶紧起来做饭去。”我故作惊讶：“妈，你生什么病了？严不严重？你说你有病，怎么也不跟我说呢？”婆婆挺生气：“谁有病啊？我好着呢，你别咒我行不行？既然没病，怎么不给青青做饭？是不想吗？”婆婆脸色难看：“谁说我不做了？”她在厨房鼓捣了2个点，终于把饭做好了。小姑子拉着贾青青坐到了我的位置上：“嫂子，青青姐是客人，你应该不介意让她坐这吧？”婆婆端着碗：“你要是嫌边上坐着不舒服，就拿碗拨点菜上厨房吃去，顺便把厨房收拾一下。”好家伙，桌都不让我上了。“不用了，你们吃吧，正好我朋友找我，我出去吃。”郭天成挺不乐意：“我们明天就出发了，你还出去干什么？行李你收拾了吗？你那2只爪子是摆什么？你不会收拾？”郭天成被我说的一愣。此时我已经开门走了。出去之后，我选了一家高档西餐厅，点了牛排、红酒和波龙。姐有钱还怕没地方花吗？我在外面一直潇洒到后半夜，这才回家，家里灯全黑着。我这么晚不回来，他们没有一个电话一条微信，竟然全安心睡下了。我摸着黑回到卧室，刚往床上一坐，就传来一声尖叫：“啊！”我被吓了一跳，赶紧打开灯，就见贾青青睡在我的位置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浑身的血液都直冲头顶。等我反应过来，
立即甩了贾青青一巴掌，贾青青立马哭了。郭天成坐起来护住贾青青：“你打青青干什么？我们只是聊天聊得太晚了，一不小心就睡着了而已，是吗？你们一不小心就睡到了一个床上，一不小心又抱到了一起，那还不是为了等你？你这么晚都不回家，青青只好陪我一起等。我们在房间聊天，聊着聊着太困了就睡着了，这不是很正常？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，不给我发微信？是不是光顾着和你的小青梅聊天了？你们两个等我不会在客厅等，非要回卧室来。”郭天成直接甩脸：“沈凌，你真的不可理喻，我懒得和他吵。”直接对贾青青说：“现在我回来了，你还不走？难道想3个人睡一张床？”贾青青捂着脸：“天成，我好疼。”郭天成心疼得不得了：“我给你找点药擦擦。”他们2个出去之后，我立即关上卧室，把门反锁，然后我把床单被罩全都换了。换好之后，直接戴上耳塞睡觉。第2天我起来，郭天成怒气冲冲地走过来：“你什么意思啊你？昨晚我敲了那么长时间门，你都不开，把爸妈都吵醒了。你故意的吧你？”“我就是故意的呀，我这不是给你机会跟贾青青一起睡吗？你应该感谢我呀。沈凌，你有病吧？我跟青青一起睡什么？你才是我老婆。”“哦，原来你还知道我是你老婆呀，我还以为贾青青回来以后，我这位置就得让给她呢。”贾青青假装和事佬：“你们别吵了，咱们一块出去玩就要开心，别因为我影响你们旅游的心情，这样我会很过意不去的。你看看人家青青多懂事，不像你心眼那么小。”婆婆跟着说：“小玲，你现在脾气越发大了，还能不让自己丈夫进屋？下不为例呀。这次我们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公公又说，他呀就是平时让你们给惯的，丈夫就是天，她敢不让丈夫进屋，那就是大逆不道。这样的媳妇就应该揍，狠狠揍一顿就老实了。”小姑子在旁边笑：“嫂子，你心眼小，脾气又大，你再这样，我哥可不要你了。”贾青青很得意，用胜利者的眼神瞧我。郭天成把行李都拉到我面前：“行了行了，得赶紧出发去机场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小玲，我们的行李你都拿着，坐飞机过安检不让带的太多，大件行李还得托运。你坐火车就方便多了，行李就你带着吧。”我看着面前8个50-60斤重的32寸行李箱，露出了笑容：“好啊，你们去吧，我随后就到。”等他们都走了之后，我立即打电话给收垃圾的。很快收垃圾的上门来，这8个大箱子都不要了。收垃圾的震惊：“确定都不要了？这行李箱都挺新呢，里面装的什么呀？都是些衣服啊，生活用品什么的，卖废品都卖不了。你拿回去看看有没有自己能用的就留下，没用的全帮我处理掉。”付了垃圾清理费后，8个箱子都搬走了。然后我打电话给律师，让他拟了一份离婚合同。随后我订了一张高级软卧票，准备来一场1个人的旅行。刚坐上软卧，郭天成就给我打来电话：“沈凌，为什么酒店查不到你在网上预订的房间？你把你的订房记录给我发过来一下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我把预订的酒店退了。”郭天成声音瞬间拔高：“你退了干什么？那我们今天晚上住哪？你们爱住哪住哪。不是沈凌，你有病吧？订好的酒店你退了干嘛？你是不是故意的你？不是吧，郭天成？你带你的小青梅出去旅游，酒店还得老婆帮你订，这要是让你的领导同事知道了，他们会怎么想你呀？”郭天成深呼吸：“算了，这次我不跟你计较，你赶紧把剩下几天的酒店订了，还有攻略都做好。
我们哪天去哪个景点都安排好，门票也提前买好。我哦了一声，就挂断了电话。没过多久，郭天成又给我打来：“你赶紧给我转5万块钱，我这边钱不够。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出来玩花点钱很正常，赶紧给我转过来，我等着用。”没有，管老婆要钱这么理直气壮，软饭硬吃啊！我直接挂断电话。郭天成再打过来，我也不接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看见贾青青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晒了一只名牌包，并配文：“被宠爱的感觉真好，谢谢你，我的郭先生。这个包是 C 家的新款，要5万，这么贵的包，月薪3000的郭天成眼睛都不眨就给他买了，信用卡都刷爆了吧？他是怎么敢的？还不是吃定了我会帮他还。”第二天下午，郭天成再次给我打来电话，这回我接了。这都几点了，你怎么还没到？我看你那班火车也没晚点呢，你动作能不能快点？一大家子都等着你呢。等我干什么？等你吃饭呢。你赶紧的，不用等我了。你们先吃吧，我们已经吃完了，就等你结账了。我被他气笑了，果然狗改不了吃屎。郭天成，你现在连顿饭都吃不起了吗？是不是给贾青青买包把卡刷爆了？都逼脸都干净了。郭天成气急败坏，那还不是因为你不给我打钱？你要是早点给我打5万过来，我的卡能透支吗？你要是现在过不来，就把钱打过来，痛快的，我这等着结账呢。行，电话撂了吧，我马上给你打钱。我挂断电话，立马把手机关机。还想花我钱？做梦去吧！一想到郭天成没钱付账，又联系不上我，无能狂怒的样子，我的心情就特别好。等我下了火车，在酒店安顿好，我才开机。郭天成的电话立马就打进来了：“沈凌，你还知道接电话呀你手机为什么一直关机？你再不接电话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听听你自己说的是人话吗？我一个人坐火车这么长时间不接电话，你不关心我有没有出意外，反倒指责起我来了。你还是人马你能出什么意外？我看你就是不想给我打钱，故意的。对，我就是不想给你打钱。郭天成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从现在起，你别想从我这拿走1分钱。郭天成听出了我语气里的认真，害怕了。小玲，别闹脾气，我知道让你一个人做硬座委屈你了，等你到了，我会好好补偿你的。你现在在哪？我过去接你。我还给你买了礼物，准备给你一个惊喜。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我和郭天成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他送我最贵的礼物就是一个小熊玩偶，99块钱，还是我缠了他好久他才给我买的。你赶紧把位置发给我，我现在叫车去接你。不用了，我现在在青海。郭天成声音瞬间拔高。我们全家都在广州，你怎么跑青海去了？我临时决定更换旅行地点。你们玩吧，我不陪了。沈凌，你又抽什么风？我们全家一起旅游，现在你一个人走了，你什么意思你？是啊，我们全家旅游，你们让我一个人坐36小时的火车硬座，你们带个外人坐头等舱，你们什么意思？我就知道你肯定还在因为这件事跟我赌气。沈凌，你心眼也太小了，不就是让你坐了一回火车硬座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又不是不带你去。我笑了，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呗。沈凌，我没空跟你计较这些，你愿意上哪你就上哪，但你得想办法把我们的行李给我们。哦，对了，忘了跟你说了，你们的行李都丢了。什么？行李都丢了？郭天成又气又急。沈凌，你是干什么吃的？连个行李都看不住。我们的换洗衣服还有生活用品都在箱子里，现在行李丢了，接下来的10天我们怎么办？那没办法，
谁让你把8个大箱子都交给我？我又不是哪吒，没有3头6臂，一个人看不了那么多行李。电话里传来贾青青的声音：行李真丢了，我新买的黑绷带还在箱子里，还有海蓝之谜，加起来过万了都，还有我那些衣服，都是名牌。郭天成赶紧安抚：青青你别急，沈凌把你箱子弄丢了，让他赔给你就是。沈凌，你赶紧给我打钱，你把青青的箱子弄丢了，他丢那些东西你都得赔给他，还有我们的东西都得重新买。你先打10万过来，不够的话我再通知你。我直接笑出声：郭天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有义务帮你们看行李，是你们自己把行李扔下就走了。而且我说过，以后你别想从我这拿走1分钱。你当我开玩笑的？我挂断电话，直接把郭天成电话拉黑，连带着这一家人的电话都拉黑，他们的微信也被我加入黑名单。接下来我要开启我的愉快旅程，可不能被这帮人影响了心情。我放空自己，一路游山玩水，好不惬意。自从跟郭天成结婚以后，我就像一只陀螺一样，公司和家里两头转，从没有一刻像现在这么放松过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只为自己活。在外面玩了半个月后，有个陌生号码打进来，我刚按下接听键，就听见郭天成暴怒的声音：沈凌，你可真行啊！你把我们全家电话都拉黑了，你想干什么你？反了天了，没正事挂了。等一下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我们旅游回来都3天了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我还没玩够呢，还得玩几天？这都半个月了还没玩够，那你还要几天才回来？2个月吧，再过2个月我就回去了。郭天成大吼：沈凌，你疯了吧你？你在外面玩那么长时间天没怎么办？谁给他做饭送他上学？谁辅导他作业？再说了，你玩那么长时间得花多少钱？什么都别说了，赶紧买票回来。我花我自己的钱，干你屁事！你不用废话了，我没玩够是不会回去的。那天美呢？你不管天美了吗？我是天美的嫂子，不是他妈，我没有义务管他。再说了，他不是嫌我管得多吗？正好我以后都不管了。郭天成喘着粗气：沈凌，我看你是不想好了是吧？我给你1天时间，要是明天这个时候我看不见你的人，咱们就离婚。我直接笑出声：那可太好了，离就离，我还怕你不离呢？谁不离谁是孙子。那好，离婚协议我已经寄给你了，应该已经到了，你看看家门口的信箱有没有？郭天成立即开门去翻信箱，果然在信箱里找到了离婚协议。沈凌，你跟我来真的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在跟你闹着玩？郭天成傻了，半天都没说出话。沈凌，不就是让你坐个火车硬座吗？你就要跟我离婚？我知道你不就是想让我哄你吗？你假装旅游不回家，不也是想让我哄你求你回来吗？你把我们行李弄丢了这事我还没追究你呢，你别得寸进尺。你要是还想好好跟我过，就赶紧回来。郭天成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我话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我现在要跟你离婚，你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。房子是我婚前的买的，我给你2个月时间找房子搬家。我旅游回来之后，要是你们一家还赖在我的房子里，我就把你们都扔出去。沈凌，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可真生气了。生气正好，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，我们两清。挂断电话，我直接把手机里的电话卡拔了，然后换了新的号码。郭天成联系不上我，就开始骚扰我的家人和好友。我告诉他们不要理郭天成，我已经铁了心要和他离婚。又在外面玩了2个多月以后，我回去了，打开房门，这一家人果然还赖在这里没搬走。婆婆见我回来了，立马迎过来：小玲回来了，
在外面玩那么久，累不累呀？吃饭没有？饿不饿？妈给你下点面条呀。婆婆对我从未有过的殷勤，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姨，不用麻烦了，这孩子叫我什么呢？我是你妈，我和郭天成已经离婚了，我叫你姨没问题。婆婆立即看向郭天成，郭天成只好不情愿地上前：小玲，别闹脾气了，你看妈对你多好，这好好的日子你不过，非得闹什么？不是你要和我离婚的吗？还说谁不离谁就是孙子，离婚协议签好了吗？郭天成抿着嘴，然后拉住我手：行了，别闹了，你把我们行李都弄丢了，又在外面玩那么长时间，我都不跟你计较了。以后咱们谁都别再提离婚的事。你看我对你好吧，我多宠你。我把手抽出来，不用说那些没用的，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，咱们好聚好散。婆婆在一旁提醒她：你不是给小玲买了礼物吗？赶紧拿给她呀。郭天成这才想起，赶紧跑进去拿出来一个大包装袋。小玲，你不是一直想要这个包吗？我给你买了。为了给你买这个包，我爸把养老钱都拿出来了。我瞧了一眼，这扑面而来的劣质感，甚至连高仿都算不上，就一地摊货。郭天成，你舍得花5万给贾青青买名牌包，到我这里就弄一个地摊货糊弄我？我说你骗人，也好歹多花点钱买一个高仿，这一眼假的东西，你觉得我会看不出来？郭天成脸红，什么假的？我这是专柜买的，还有小票呢。那你在哪家专柜买的？跟我去柜台验一验，要是专柜售假，可是能拿到巨额赔偿。这是在广州专柜买的，这怎么去？没事啊，我出飞机票，咱们现在就去。小姑子冲过来：哥，你就别哄她了，这就是假包没错，是我哥在地摊花30买的，想要正品你配吗？你也就值这30块钱的地摊货。郭天成脸红脖子粗的：你住口！哎呀哥，他要离婚你就跟他离，正好现在青青姐回来了，你就跟青青姐结婚，让她做我嫂子。你懂什么？上一边去！婆婆过来拉小姑子：大人的事你别掺和，进屋学习去。等一下，天美先别走，既然你不懂，我就跟你说说为什么你哥和你爸妈都不想让他跟我离婚。郭天美双手抱在胸前：好，你说说，你哥一个月挣多少钱？3000。你爸妈一个月挣多少钱？我爸妈不上班，不挣钱。那你一个月连补课带吃饭零花得多少钱？我1节课500，一周补2节课，再加上吃饭零花，一个月6000。所以呀，你哥一个月的工资连你一个人都供不起。而且这房子是我的，离婚以后你们都得搬出去，他这点工资只够租房子，你们4个就得喝西北风。郭天美脸色难看：那怎么了？我们还有青青姐呢，青青姐绝对不会亏待我们。贾青青刚回国，现在连个工作都没有，而且据我所知，她回国是因为在国外混不下去了，就她家那个经济条件，好像也帮不了你们。郭天美脸色更难看了：那这房子是我哥的婚房，凭什么都给你呀？怎么说也有我哥的一半，这是我婚前全款买的房，我跟你哥离婚，这房子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好好学学法吧，妹妹。郭天美脸黑的不行，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反驳我的话。哥，别怕他，等你跟他离婚了，就跟青青姐一起努力，我们总能把日子过好的。郭天成气地打了郭天美一巴掌：你给我住口！婆婆也生气了，她过来把郭天美拉走：谁让你胡言乱语的？赶紧进屋看书去。婆婆把郭天美关进卧室后又返回来：小玲啊，天美还小不懂事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哼，我要是早知道她是个白眼狼，
根本不可能管他。一会儿我好好说说他，让他给你赔礼道歉。不用了，整那些虚情假意的形式没用。郭天成，你如果不签离婚协议，那咱们就只能走法律程序了。我撂下话准备走，郭天成拉住我：“你才回家，又准备去哪？难道你没发现我的东西都已经搬走了吗？”我冷笑：“看来你真是一点都不在乎啊！家里我的东西都不见了，你一点察觉都没有。郭天成，你比我想象的更让我失望。”我转头就走，郭天成追在我身后：“小玲，咱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吗？”这时候，贾青青正好迎面走来，她见到我立即横眉怒目：“沈玲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有你这么当别人妻子的吗？把自己老公和公婆放在家里不管，自己在外面潇洒那么长时间，你这搁旧社会都得让人沉塘。”我抬手就给了贾青青一个大嘴巴，把她嘴角都打出血了。我用你在这数落我再不济也不会缠着别人老公，跟有妇之夫一起去旅游。沈玲，你敢打我？她含泪看向郭天成：“天成，沈玲打我你都不管吗？她没有资格管。对了，你来正好帮我劝劝她，让她赶紧签字跟我离婚。别总磨磨唧唧的，还非得让我起诉他才能离，早晚都得离，非得耗到最后，只会让我更看不起他。”我往前走，就听贾青青喊：“沈玲要跟你离婚，你就跟她离呀！她那样的女人，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？我真服了你了，你不是说早就看不惯她了吗？为什么还不愿意离婚？青青，你不懂，我虽然不喜欢沈玲，但也不能轻易跟他离婚。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，争吵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我也懒得听了。3天后，郭天成抱着一大束玫瑰花站在我的公司门口。老婆，他见到我立马颠颠地跑过来，把花递到我面前：“老婆别生气了好不好？跟我回家吧，天美和爸妈都想你了。”我看了看那一大捧玫瑰花，挺贵的吧？是很贵，但为了你多少钱都值得。我嗤笑：“郭天成，我们在一起快6年了，你第一次送我花。以前我多希望你能送我一束这样的玫瑰花，但一次都没有。现在你还送它有什么意义？我已经不需要了。”我将花扔回他身上：“不用整这些虚情假意的东西，这婚我跟你离定了。我知道你是气我带着贾青青一起旅游，还让你坐火车硬座。我现在也觉得自己特别不是人，我做错了，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好不好？以后我不让贾青青到家里来了。你不喜欢她，我也可以不跟她联系。小玲，我真的不能失去你。你是不能失去我吗？你是不能失去我的钱包，你是不能失去又能给你当牛做马又能抱金币的大冤种。没有，我真的是因为爱你舍不得你我才……住口！你真让我感到恶心。如果你再纠缠我，别怪我把你和贾青青躺在床上的照片发到你们公司大群里。郭天成大惊失色：“你拍照片了？你什么时候拍的照片？这就破防了。你不是说你们只是聊天聊睡着了吗？到时候你就这么跟你的同事和领导解释，看他们信不信。你赶紧把照片删了，听见没有？我可以删照片，但你必须把离婚协议签了。”郭天成痛苦抓头：“小玲，咱们就真的没有一点挽回的余地了吗？”我摇头：“没有。”郭天成回去就签了离婚协议。我们到民政局领离婚证这天，贾青青也去了。郭天成，你是准备前脚跟我领完离婚证，后脚就跟他领结婚证吗？贾青青亲昵地挎着郭天成的手：“对呀，等天成甩了你，马上就娶我。”他摸着自己的小腹：“我已经怀了天成的孩子，我们马上就会成为幸福的一家3口。”我看着郭天成乐了：“咱们结婚5年都没有孩子，
我去医院检查了没问题，让你去医院，你死活不去。现在贾青青这么快就怀上了，真厉害！贾青青尖叫：“你什么意思？我肚子里的孩子肯定是天成的，是就是呗！喊什么？我和郭天成领完离婚证，郭天成就立马带着贾青青去领结婚证。他们出来之后看见我，贾青青问：你怎么还不走？等你们一起回家？你等我们一起回家干什么？你还以为你是天成的妻子吗？你只是他的前妻，那是我们的家。看来你不知道，郭天成现在住的房子是我的。早在2个月前，我就让他们搬走，但是他们一家跟我耍无赖，硬赖在我的房子里不搬。那我没办法，只好带人去把他们扔出去了。”贾青青傻了：“天成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沈玲，你非要把事做得这么绝吗？你又不差钱，这房子给我们住怎么了？瞧瞧你这脸皮有多厚，你都再婚了，你还住前妻的房子，你要脸吗？我带着人去把房子里这一家不要脸的东西全都扔了出来。”婆婆又哭又嚎，公公和小姑子放声大骂，贾青青还打电话报了警。警察来了，她立马大哭：“警察同志，这个女人仗着自己有钱有势，就要强占我们的房子。”我立即向警察出示了房产证明。警察同志，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婚前财产，现在我和郭天成已经离婚了，他们一家还赖在我的房子不走。警察了解情况之后，对这不要脸的一家进行了一通批评教育。我又掏出一张借条：“郭天成，今天当着警察的面，咱们把话说明白。之前我给你家还债的50万是我借你的，说好了5年之内还给我，现在5年期限已到，赶紧还钱。”郭天成傻了：“当年你不是说不用还这笔钱吗？我可没说过这样的话，赶紧还钱！”当面郭天成为了装男人，假模假式的给我写了这张欠条。我真庆幸自己多了个心眼，保留了这张欠条。贾青青看见这从天而降的50万欠款，气得都站不稳了。最后郭天成没办法，只好带着这一大家子住进了贾青青家里。我将这老房子卖了，又委托了律师帮我追回欠款。之后我背上背包，开始了环游世界之旅。后来我听人说，贾青青在家与郭天美发生争执，郭天美把她推倒，导致她流产。郭天美没了我的管教，学习成绩直线下滑，从年级前50落到年级倒数。公公婆婆每天被贾青青和她爸妈使唤，生病了还得做家务做饭。听说他们现在还托人联系我，希望我能回来和郭天成复婚。郭天成也想和贾青青离婚，想让我回心转意。这一家不要脸的，我是不可能再搭理他们的。现在的我只想天高水远，海阔天空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你说说妈，天天就知道围着孩子转悠，人家王阿姨天天交际，认识那么多有钱人，还有养老金。我捏着彩票打算去跟儿子2口子说的时候，就听到儿媳的声音。这话让我中奖的喜悦咻一下碎了，更别提我的亲儿子也紧接着开口：“是啊，妈就是太毒了。你看看爸就天天出去跳广场舞，那认识的老头老太太一个个这里有门路，那里有门路的。是啊，那王阿姨手上有存款，又没了丈夫，儿子还有钱。你看看妈，天天就知道在家煮饭啥的。要是王阿姨是咱妈就好了。”2口子的话仿佛一记耳光扇在我的脸上。从儿媳怀孕，我搬过来照顾2人，家里的家务基本都是我在做，1日3餐，洗衣做饭，直到孙子生下来，又伺候着坐月子，到孙子现在幼儿园了，我围绕着这一家3口转，现在却反被人嫌弃。
还说出那种让人心寒的话，我只感觉胸中窜起一股怒火。昨天早上，我送孙子去上学，回来的路上突发奇想，买了一张彩票。刚才我才想起查一查，没想到中奖了5000万。我克制不住喜悦的心情，几步就出了房门，准备去跟两人分享这个喜悦，顺便让儿子去兑奖。可却听到了这话，我默默将彩票塞进裤兜，像是兜头被浇了一盆冰水。没等我后退回屋，那边儿子的房门就开了。儿子从里面穿戴整齐的出来，看见我时，脚步猛然顿住。妈，或许是想起两人刚才说的话，他脸色不自然。妈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刚说话，儿媳的声音就传出来。妈是不是来偷听我们说话呢？略有些刻薄的话，让我觉得无所适从。儿媳也跟着出来了。妈，您也听到了，这没有退休金也是事实是吧？咱爸出去跳广场舞，您也就别老说他了，这不都是应酬吗？这乐乐上学还想换个好点的学校，我们可是正在找关系呢。我将目光期待地看向儿子，指望他替我说两句话，谁知他却也跟着点头。是啊，妈，您就是管得太宽了。这王阿姨有渠道，能给乐乐换个学校，还有那个学区房，我们也是四处托人，人王阿姨就有关系。这事啊，就让爸帮忙去说说。听到这话，我的心沉到了谷底。最近发现老头子跟隔壁的王慧智走得很近，我气得跟他吵了几架。原本我以为我生的儿子，伺候出来的儿媳会站在我这边，结果两人在背后蛐蛐我不算，被我发现还直接摊牌劝我。我被气得眼前一阵阵发晕，只觉得前63年都是笑话。许是看我脸色铁青，儿媳这个时候又找补一句：妈，刚才说希望王阿姨是咱妈那话，您也别介意，就是说说而已。这是我说了也不管用是吧？他说着用手戳了儿子一下，儿子也连忙点头。是啊，您怎么都是我妈，这改变不了。好了，我要去公司加班去了，晚上我想吃排骨。妈，我也想吃。两人穿上外套匆忙而去，只剩下我拽着兜里的彩票，浑身冰凉。我浑浑噩噩回到屋内躺了一上午，老头子也没有回来。我们两老之前一直在老城区那边住，年轻时候省吃俭用给儿子买了婚房，直到儿媳怀孕我才过来住。努力这么大半生，忙忙碌碌，一场笑话。我回忆了我昼夜不睡帮着看孙子的时期，还有1日3餐想着给这一家3口补贴，以前攒下的钱想办法补贴他们的小家。强烈的悲伤吞没了我，直到门口传来动静，早起就出门去的老伴回来了。老婆子，你没做午饭呢？饿死我了！那声音由远及近，之后门被推开，看到我一言不发躺在床上，老头子勃然大怒：你不是在家吗？你不做饭？我起身看着那张脸，好似一下子从混沌中清醒过来。你咋了？我今天出去跟人下象棋去了，我可没跟人跳广场舞。老头子刘晨东目光警惕，看着我好似我是那无理取闹的人。我还没说话，他噼里啪啦的又开口：你可别去找人家慧智的麻烦，你不嫌丢人我还嫌，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不分青红皂白的去找人闹。这个家真是不能待，你能不能有个好脸色？一天板着脸，谁欠你了？我一句话没说，他已经说出了自己的所有想法。最让我觉得难堪的是，他最后补充一句：你看看你，人家隔壁的慧智穿着得体，仪态大方，你怎么这么老，还天天就知道闹？我不在家里吃了。他说着就转身往外走，哐当一声，门关上的动静，我像游魂一般飘到门口，
从猫眼中就看到门外两人已经会合，不正是刘晨东还有那所谓的王慧智？两人的声音不小。王慧智格外善解人意地开口：“刘哥没吃饭吗？不是刚回家就出来了，家里没做饭，真是老夫老妻了还闹脾气。”刘晨东带着情绪的话响在楼道里，接着就是王慧智：“那刘哥正好来家里吃吧，我一个人做的多了，吃不完，这怎么好意思？来来来，快进来！”随着另外一声关门的动静传来，两人消失在楼道里，去对方家里了。我往回走，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太好笑了！我这大半生太好笑了，笑着笑着我又哭了。没想到这把年纪了，才发现这档子事。我在屋里坐了很久，之后将自己收拾得清清爽爽，穿上彩票去彩票中心。我打听到彩票兑奖期为60天，想到家里那些人，我留了个心眼没有兑奖。之后又去医院全身大体检做了一遍。等我到家的时候，却发现家里格外热闹，儿子夫妻俩加上孙子，还有刘晨东，另外还有隔壁的王慧智母子俩，他们其乐融融，见到我开门进来，一下子住了嘴，好似我是那个打扰他们幸福的因素。妈，你去哪了？这饭也没做，人家王阿姨来做客还得下厨。我刚进屋，儿子就不满地开口，我动作一顿，我去医院了。这话一说，一家人没一个问我去医院做什么，反倒是王慧智的儿子王军开口：“阿姨，您去医院了吗？我下午在彩票兑奖中心好似看到您了。”他目光探究地看向我，满是打量和试探。据说今天有人开出了5000万的大奖，但偏偏没兑奖。那个人不会是阿姨吧？这话一说，一屋子人瞬间目光全都定格在我脸上，看着王军紧逼的视线。我突然一笑：“大军，原来你看到我了呀！我确实去过那里。”话还没说完，那边儿子已经呼吸急促地站起来：“妈，您中奖了，5000万！”儿媳也紧随其后，两人眼睛都要把我瞪出个窟窿来了。老头子刘晨东几步奔过来：“老婆子，你中奖了，那我们家能换房子了。”他高兴得像是要跟年轻时候一样，将我抱起来转上2圈。我扶开他捏住我胳膊的手，表情莫名其妙：“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我就是路过去凑热闹看了会，我怎么可能会中5000万？”我低头看了眼自己的穿着，要是中奖我还能回来呀？这话说的儿子和儿媳有些尴尬，因为早上刚吵过架，两人表情讪讪地坐下，倒是不敢追究了。只有刘晨东突然变脸：“你没中奖啊，白害我高兴一场。”那变脸变得好像能去表演了。那边沙发上的王慧智就突然开口：“大姐也是的，一出门一下午，这家里人可担心坏了。年纪大了，还是少出远门的好，免得家里人还得去找。”这话仿佛一个信号。我那儿子第一个接口：“就是啊，妈，您好好在家不好吗？就煮上3顿饭。听爸说，您中午都没做饭。”是啊，妈，这我俩上班回来多累啊！今天要不是王阿姨帮忙，都吃不上饭。女人就是矫情，这么大年纪了，一言不发就跑出去，是不是想离家出走给谁看？咱们又不是年轻小女孩了。这是我同床共枕了大半辈子的丈夫，我生养的儿子，照顾的儿媳，伺候的丈夫，无一不在指责我。我突然从包里掏出一张医院的单子：“我病了。”这话让还想开枪的3人突然哑火，3人面面相觑，最后还是儿子过来将我的单子拿过去看：“癌症，这要花很多钱吧？”儿子的话脱口而出，刘晨东一把抢过单子，等看到上面的诊断时，他抖着手：“老婆，这种情况
那边的王家母子也不好多待，匆匆走了。这边人一走，三人的话就开始不委婉了。妈，咱们这个大年纪了，你这得了病，家里该怎么办呢？是啊，老婆子，这得花多少钱？这孩子刚攒够买房的钱呢，需要住院了吗？刘晨东为难地看着我，在三人极度不情愿的目光里，我缓缓点头。医院叫我立马去住院。我这话说完，三人的脸色都变了。哎呦，我嫁过来命是真苦啊，没享受过一天的福，转眼又有大窟窿要填。儿媳阴阳怪气的话响起，儿子嘴巴张了张，没有反驳，目光心虚地挪开。妈，这个时候反而一直没说话的小孙子奶声奶气地开口打破安静：“奶奶，你生病了吗？”我低头看着孙子稚嫩的脸，奶奶生病了，那奶奶治病，痛痛飞走，宝宝不花钱了，都给奶奶治病。一句话，我差点老泪纵横。没想到一个家仅有几岁的小孙子说出这话来。那边儿媳在孙子还要继续说话的时候，一把捂住他的嘴，将人抱进了房间。我看着紧张的父子俩，只觉得人生百态都在此刻尽显。我说我不治了。我这么说，父子俩面上一喜，但我说归说，两人却是不好意思答应。儿子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妈，咱们得治，您还没享福呢。”我声音平静无波，家里还得给乐乐攒钱，以后娶媳妇呢。而且你们要换房了，都要用钱，妈这个年纪不治了。儿子说归说，却说不出继续让我治疗的话来。期间老头子刘晨东就更别说了，跟个鹌鹑似的。当晚半夜，我出门喝水，老头子在沙发上睡得呼声震天。没错，知道我病了之后，他害怕，选择去睡沙发。我们属于少年夫妻，那个年代结婚早，还没到年龄我就嫁给他了。风风雨雨这么多年，年轻的时候他生过一场大病，需要换肾的那种。我要顾着家里，要顾着他，为了赚钱，几天打几份工，亲戚朋友能借钱的都借了，好不容易给他动手术出院了，我累倒了。那个时候，他跟我说，以后再不让我这么累。儿子也心疼地拉着我说，永远孝顺我。可人心还是会变的。当我对他们的好变成理所当然之后，他们只会从我这里索取。一细想，这么多年我竟然从未为自己活过。我还在回忆，就听到儿子的房间传来小声说话的动静。我穿着棉拖鞋，脚步声悄无声息，所以里面的人根本听不到分毫。而且我们都是老人家了，所以房间门一般不上锁，都只是微微合上，开合也没有动静。是以，我就站在儿子的门前，两人也不知道。老公，你说妈这病……儿媳小声的声音响起，小点声，要是被妈听到怎么办？儿子的呵斥声接着响起，怕什么？咱们今早不都直说撕破脸了吗？老太婆连中午饭下午饭都不煮了，而且都这个点了，早睡了。这话之后，儿子沉默了好一会，毕竟10月怀胎剩下的肉，我心底里还存在一丝期待，却听那个我辛苦生下来的孩子转眼给我一刀。早知道年轻时候给他买个保险了，人家王阿姨都有养老保险。哎，妈现在什么都没有，还怎么治啊？我在黑夜中红了眼圈，更别提后面两人的声音还传来，既然妈应该还没去治疗，不如去买个保险。我记得老家还有房子吧，不如让妈回去得了。你们父子将她送回去，乡下多好养病啊，空气好，说不定多活2年。不好吧？爸肯定不愿意待在乡下，而且人家王阿姨也是想找个老伴，这隔得远了，感情淡了，岂不是一场空？
我都不敢相信这话是儿子说出来的。你没听人家王军说呀？那房子就是给王阿姨一个住的，她工作忙，只想他妈有个人依靠，咱爸多合适啊。儿子明显有些心动，却又顾及，爸应该不同意吧？他之前跟我说，跟王阿姨就是朋友，滚一起的朋友。儿媳嗤笑出声，音量都提高了几分。我可看着你爸衣冠不整的从王阿姨家出来，你还当咱爸是什么好人吗？你们父子一路货色，当然了，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。我也不是好人，所以家里就妈一个老实人。所以这个家只有我一无所知。次日，儿子一家三口出去玩，我依旧在家。老头子也不说带我去医院，甚至也没问。他吃过早饭，抹抹嘴说了一句出门了。大门响了之后，很快外面就有声音传来，他又去隔壁房了。我想起昨晚听到儿子夫妻俩说的，王慧智那个房，这一层就我们2户人家。我们给儿子买的这间属于小户型，就2室1厅，很拥挤。至今孙子都还跟夫妻俩一起睡，但是隔壁很大又宽敞。我从手机里翻出了很多年前加上的那个中介，那是个小姑娘，当初给儿子买房的时候跟着我跑前跑后，这么多年我们时常还会聊上几句。她现在还在从事这个行业，我请她帮我查了一下，果然隔壁房根本就没卖，是租的。中介小姑娘甚至还帮我打听到了房东的联系方式，我标注想买房的备注，很快就加上了房东。我才试探地一问隔壁房，房东就提出带我去看。原来王慧智租了好多年，租金还缺斤少两，而且时常拖欠。原本房东就想换个人租了，但王慧智死活不愿意搬走，还上房东家里去闹。房东也是烦了，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原本房子挂出去了，但是一直没有人买。只要有人上门看，就被王慧智找人去闹，把人吓走了。听到我就是隔壁，房东开心坏了，当即就要过来带我去看。房东过来的时候，我亲自下楼去接，期间还遇到了不少人，都是跟王慧智处得好的。房东看到我就笑了迎上来，大姐，我这房子真的绝对值，宽敞明亮，跟你一层到时候还能打通了，变成平层。这话顿时将几人吸引过来。刘阿姨疑惑，一层，周姐，你们那层不是就只有你家跟王姐家吗？我笑着点头，是的。房东就笑眯眯地接过话，姐说的是王慧智王姐吧？我这房子租给他好几年了，现在有买主打算去看看，这还得了？在他们眼里，王慧智那是一个人住着大房子，儿子还出息，认识的人都是有头有脸，结果现在说房子是租的，一群人跟在我们后面上了门，打算跟上去看看。到了门口，房东摸出钥匙，没办法，王姐时常联系不到人。我来的时候已经给他打过好几个电话了，没人接，估计不在家。我便直接拿了钥匙，然而门一开，里面却不像没有人的样子。2双鞋并排放在门口，流行的音乐响在客厅。房东带着我们进到里面，就看到我家老头子抱着王慧智在跳交际舞，2人还专门换了特殊的衣服，表情特别陶醉。等看到我们时，王慧智顿时尖叫出声，连忙捂住自己超短的裙子，躲在刘晨东的后面。跟来的几人只觉得眼都要瞎了。王姐，你们……刘晨东被人一拽，眯着的眼睁开，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我，老婆子。等反应过来自己穿着那破洞的戏服时，他表情才突然惊恐。我上前给了他一巴掌。刘晨东，我得了癌症，你却在这里出轨，谁让你来的？
刘晨东等回过神来，先发制人。房东看样子也是明白了，他看着我实在可怜的样子，倒是主动开口：“大姐说替孩子来看看房子，正好2间房就在隔壁，到时候还能打通，也省得到处去找关系买学区房，这一个平层也方便。正好我就是隔壁房的房主，就带他来看了。”刘晨东震惊：“这不是你的房子？”慧智、王慧智慌忙套着外套，羞得满脸通红。此时也猛然反应过来，他精准地看向我：“是你，你算计我！”我深吸一口气，说话的声音都在抖：“我算计你什么了？我得了癌症，我的丈夫丝毫不在意，还在隔壁在跟你鬼混。儿子儿媳觉得我年纪大了，不用治了，想要换套房子。我想着我也帮不上忙，就联系房东说想先替他们看看房。哪知道你这房子是租的，周姐你病了，王姐这是做的不厚道，刘哥也是的，这就在隔壁，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。”七嘴八舌的议论声出现，刘晨东被说的脸上青一块白一块。别说了，慧智我们知音难寻，离婚吧，租的房子又怎么了？又不是没住过租的房子。说着，他拉过王慧智的手：“等离婚后，我们就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都这个岁数了，幸福最重要。”这厚颜无耻的样子，周围人都目瞪口呆。不是老刘，你这就不厚道了。那周姐咋办？对呀，人家给你操持了一辈子家务，临了你说离婚就离婚，周姐你可千万别离。对，别离，咱们耗死他。你不离，王慧智那贱人就一直是3。王慧智听到这气疯了：“你们说什么呢？我跟刘哥是真爱，还真爱！”笑掉大牙了。这么大岁数的人了，天天穿得花枝招展，跟这个那个的纠缠不清，谁有你厉害呀？王慧智说话的正是王慧智的老姐妹。放你娘的屁！老娘哪有你说的那般不堪？一言不合，昔日的老姐妹先打了起来。你撕我头发，我扯你皮。刘晨东被迫在中间挨了好几下，根本分不开。见状，我也扑了过去。刘晨东，我跟你拼了！你对得起我妈你？挨老婆子你，疯婆子你！刘晨东稍不注意，脸上被我挠了个花。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抓挠，发泄我心里的郁气。别闹了！直到刘晨东猛然扯住我的手，气喘吁吁：“老城区那套房子给你行了吧？你随意处置。”他将我推开，又将那边的王慧智护住。现在家里就3套房子，儿子儿媳的这串名字就是他们，正好老城区那套是你的名字。离婚了我也不要，都给你。他说着一副自己多大方的样子。什么？要离婚了？那门边我的儿子儿媳回来了。2人火速将孩子推进了门，就挤了进来。说话的人便是儿媳，她看着我，又看看那边站在一起的王慧智2人，假意劝我：“妈，爸，你们这是……”刘晨东就接过话头：“我跟你妈要离婚了，这个年纪了也不存在谁跟谁，到时候自己过自己的。”儿媳脸上一喜，既然是爸的决定，那咱们小辈也不好说什么。因为儿媳的支持，儿子的默不作声，刘晨东越发觉得这提议好，当即就要跟我去离婚。我现在心如止水，当然不会拒绝。社群里消息传得飞快，等我们下楼的时候，差不多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了。周围的目光让刘晨东脸皮烫的。王慧智连忙开口：“刘哥，我等你，晚上请几个长辈过来吃饭，你带着他们也过来，这是要直接笼络住父子连带儿媳了，真不要脸呐！就是周姐真可怜，怕是只能回乡下了。”没想到王慧智是这样的人，一定让家里老头子离他远点。周围人的议论声将现场淹没，王慧智脸色越发不自然，连忙回了楼上。
等从民政局出来后，离婚申请已经交上去了，只要过了30天冷静期，我和这一家人就再无关系。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搬离了小区，回到了老城区那边。那边刘晨东已经欢天喜地地带着王慧智搬进了门。房东告诉我，王慧智已经退租了，房子收回来了。一个陌生人还安慰我说，好好治病，趁着没离婚，用家里的治病，等治好了就好好过余生。还说如果有需要尽管开口，能帮就帮。我跟老头子有2套房，一套就是这个老城区的房，在我名下，还有一套很小的串房，租出去了。现在离婚了，财产自然要进行分割。我应了刘晨东的提议，就要这套房。那边儿子还不知道王慧智的房子不是买的，他只身过来跟我谈：“妈，您确定就要这套房了吗？那病……”他纠结的表情告诉我，他既不想管，又不想被人说闲话。现在小区里闹得沸沸扬扬，病我自己看着办，我只要这套房。妈，您这又是何必呢？儿子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说什么，我就突然打断他：“你爸还有张存折，是他早年间赚到的，他从来没有拿出来过。”这话一说，儿子的脸色就变了。那当时买房，当时给儿子买房用的钱，甚至还去借了一笔，等儿子结婚那个礼钱回来才还的。我突然笑出来，没想到吧？那笔钱就给你们了，我也不知道活多久，只要这套房子安身就行。你爸说那笔钱留着我们2老养老，到时候自己吃喝，也不用你们管。听到这话，儿子信了，因为这就是老头子的作风。爸真是有那笔钱还不给您治病。妈，你的病我没事，医生说只能保守治疗。你回去吧，将儿子打发走。我想起了那天去医院体检的事情，全身大检查的时候，没想到同时还有一个跟我同名同姓的人，是他得了癌症。当时拿错报告的时候，我觉得太逗他了，只觉得这都是报应。为家里操劳一辈子，临了患了重病，日子所剩无几，一场空。可等我在医院那个走廊发了2个小时呆之后，才发现是拿错了报告。那家人已经重新打印了一份报告，那一份就不要了。我便将东西带了回来。我承认看到那一家子连带王慧智母子其乐融融的样子，我是有点报复心理才拿出了报告。可一家人的反应却让我认清了现实。1个月，我都窝在家里好好生活。直到1个月后，我再次见到了刘晨东和王慧智，2人不愧是脸皮厚的，光明正大挽着手一起出现在民政局。我们这里刚拿到离婚证，那边就领证了。周姐，听说你现在在老城区那边住是吧？一个人哟，真是的。2人今天还特意收拾了一番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穿上了新衣。刘晨东那人又不需要下厨，又不需要操心，从退休之后不是跳舞就是下棋，还抹上了香水。而王慧智更是还抹了口红，2人确实有结婚那样子了。反观我，我手上粗糙，皮肤也是，我也该为自己而活了。告别2人，我便去了彩票兑奖中心，将5000万兑到了新办的卡里。出门的时候又遇到了王军，王军看着我的目光满是打量。周姨，果然是你吧？那中奖的人。我拎着包包，这个时候也不用装了，干脆的点头。恭喜你猜对了，不过我跟你后爸已经离婚了。王军脸色铁青，你做局。我身旁雇佣的2名保镖已经挡住了他的人。什么做局？刘晨东的声音传来，不正是刚领了结婚证的2人？我才知道王军就在附近上班，2人就是过来看儿子的。刘晨东不可思议地看着我旁边的2个保镖，
这时就听王军迫不及待开口：“周姨中了5000万，刚领了奖。”听到这个数字，那边的两人都走不动道了，一脸贪婪。刘晨东一把甩开王慧智：“5000万，老婆子，真的吗？”我看着他那副贪婪的样子，只觉得作呕。真的假的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儿子也早就成年，根本不用我管。你故意的。刘晨东反应过来，周姐，王慧智也凑过来。我看着两人有点好笑。你们忘了吗？我得了重病，现在又凑过来了。对对对，你得病了。你看这需要人照顾，我去照顾你。咱们夫妻这么多年。刘晨东丝毫没有犹豫。王慧智脸色很不好看。刘哥你滚！刘晨东眼都红了。老婆子，我一时糊涂，我们去复婚吧。他倒也果断，根本不顾王慧智的情绪，就直接开口。这话王军都听不下去了。刘叔，您之前说会对我妈好，就是这么对的。我跟你妈本来就是婚外情，你情我愿的。这不要脸的男人，我跟了大半辈子。我看着王慧智母子脸色铁青的样子，没觉得好笑，只觉得悲哀。我看着刘晨东开口：“那你去离吧。”刘晨东一听这话，感觉看到了希望，当即要拉着王慧智去离婚。王慧智哪愿意去？一群人拖拖拉拉在原地闹上了，闹到后面王慧智火了，王军也火了，三人打了起来。刘晨东那空有外表的东西哪打得过年轻力壮的王军？一会儿就鼻青脸肿，眼睛都睁不开，鼻血直冒，被拉去了医院。这一场闹剧结束，我去了美容院，舒舒服服做了个全身美容，买了新衣服，去了酒店。等一觉睡起来，我才发现儿子给我发了很多短信，打了很多电话。短信上说刘晨东检查出来情况很不好，是癌症中期，即将转晚期，还将报告给我发了过来。之后又委婉地说是一家人，希望我拿钱出来给他治病，还说王军那家人骗了他们，说王军根本只是一个便利店的服务员，家里也没有存款，隔壁是租的房，各种密密麻麻的一大堆短信。最后还说我永远都是他妈，只认我，多好笑啊！这就是人性。我没有回老城区那边，将房子过户给了娘家那边的一个侄女，买了机票离开了这座城市。我选择去南方的小城中，买了一座院子住下，将钱捐了大半，只留下够生活的费用。在偏远的小城，在听到那家人的消息时，已经过了1年。是一个租房来的年轻人，跟儿子是同事。话老实说起来，儿子一家说那奇葩同事的爹撵走了原配，重新娶了个后妈，后妈什么都没有，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还死活不离婚。说那奇葩同事的亲妈中了彩票，消失了，一家子疯找。说那亲爹得了癌症，只能把买房的钱拿出来治病，但最后也没治好，人财两空。现在还要养那后妈母子，后妈母子俩好吃懒做，撵撵不走，打不过，日子过得苦哈哈。我此时已经淡然，我除了找房东那件事，没有主动报复过。老了，开始信奉因果报应，我只需好好生活，清风自来。